在中国古代历史中，管仲被视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，他的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然而，他所倡导的立出一孔思想也被后世专制统治者广泛运用，形成了管仲陷阱的统治模式。这个陷阱的核心在于通过全面垄断社会资源和生存渠道，使人民只能依靠国家的恩赐生存，从而达到对社会的绝对控制。立出一孔是一种极端的社会控制策略，其核心在于通过政治、经济和法律手段，将所有社会资源集中于国家手中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是农业、工业还是贸易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国家主导和垄断。个人和家庭为了谋生和发展，必须依赖于国家的供应和安排。这种控制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，它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例如，在古代中国，国家通过垄断盐铁等必需品来控制民众的生活。这些资源的获取途径都被国家严格掌握，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摆脱对国家的依赖。无论是耕种、交易，还是基本的生活需求，人民都要遵循国家的规定，失去了自我选择和发展的空间。这种垄断不仅巩固了统治者的权力，还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。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基本本能，但当所有的生存途径都被国家控制时，个体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屈从于统治者的意志。这样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个人自由的丧失，创新和冒险精神被压制，使得社会整体发展停滞不前。历史上，许多封建社会都采用了类似的控制手段。例如，明朝的海禁政策通过限制贸易和对外交流，迫使人民完全依赖国内市场，进而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。这种政策虽然短期内保证了国家的稳定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却导致了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，社会结构僵化，最终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动荡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权力的巩固往往伴随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。为了确保立出一孔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，古代统治者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人身控制体系。这种体系不仅存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，更深深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户籍制度的严密监控。从商代开始，中国就逐渐建立了户籍制度，这一制度成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。户籍制度不仅记录了个人的身份、家庭背景和居住地等信息，更深层次地掌握了人口的流动情况。这使得统治者能够随时监控人口的分布和动态，确保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掌控。在这一制度下，个人的迁徙、职业选择等都受到严格限制。例如，某些时期的法律明确规定，农民不能随意离开土地，必须留在原地耕种，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。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，也确保了农业生产的稳定，同时巩固了国家对资源和劳动力的控制。明清时期的保甲制度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控制。统治者将居民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编组，并指定基层管理者负责监督。这些基层管理者不仅负责维护社会秩序，还充当了统治者在基层社会中的眼线，随时监控居民的动向。任何试图脱离这一体系的人都将被视为威胁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。这种自上而下的监控机制，使得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，进一步削弱了个人的自由。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。除了户籍制度，统治者还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限制人民的行动自由。物理上的限制是其中的一种有效手段。例如，古代中国的一些城市和村庄被修建成封闭式结构，只有少数固定的出入口，这些出入口由国家严格控制，进出都需要经过检查和批准。
这种措施有效防止了人员的自由流动，确保了国家对人口的绝对控制。封闭的村庄和城市不仅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，还使得社会的交流和信息传播受到阻碍。地方之间的封闭性导致了文化的割裂和思想的僵化，社会缺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。此外，统治者还通过设置各种关卡和禁令，限制商人和旅行者的活动，使得经济活动受到抑制，进一步巩固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。历史上，秦朝的严刑峻法政策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通过设置各种刑法和惩罚措施，秦朝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。然而，这种过度的压制最终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弹，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。经济上的弱民政策，在古代中国，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削弱人民的自主性和财富积累能力，使其对国家产生依赖。这些政策不仅在短期内保障了国家的财源和统治地位，但也在长期内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活力。重农抑商的经济方针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在历代中国统治者中普遍存在。这个方针强调农业的重要性，抑制工商业的发展。通过限制商业活动和压制商人阶层，统治者试图将经济重心集中于可控的农业部门，以便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农业生产。例如，宋朝时期，尽管商贸在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，但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，如对商业活动的严格监管和税收负担，限制了商业的发展。政府还限制了工商业的投资，特别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，阻碍了市场的自由发展。这种政策的结果是，尽管农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，但工商业的萎缩使得社会的经济结构单一，缺乏应对外部经济挑战的能力。另外，清朝时期的黄册制度也反映了重农抑商的政策。清政府通过黄册制度登记农民信息，限制他们的迁徙和商业活动，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农业的基础。然而，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商人的地位被严重压制，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度大幅下降。垄断重要资源和行业，除了限制商贸活动，统治者还通过垄断重要资源和行业来控制经济。这种垄断不仅确保了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控制，还通过对资源的掌握来维护对社会的权利。例如，古代中国的铁器生产和流通大多由国家垄断。早在汉朝，汉武帝就实施了盐铁专营政策，国家直接控制了盐和铁的生产和销售。盐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，其价格和供应由国家控制，这使得普通百姓对国家的控制产生了直接的依赖。同样，铁器作为农业和军事的关键资源，国家的垄断确保了它的稳定供应，同时限制了私人铁匠的活动。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，但也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扭曲。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使得市场上的铁器价格高昂，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。此外，国家控制的资源供应往往出现不均，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的不满。再如，唐朝时期，政府对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垄断。茶叶不仅是当时重要的经济商品，还具有文化价值。通过对茶叶的控制，国家不仅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，还能够通过控制茶叶的流通来维持对地方的控制。这种垄断使得地方的茶叶生产和贸易活动受到限制，经济活力减弱。官本位文化的形成，在利出一孔的社会结构下，古代中国的官本位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官职不仅成为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主要途径，还深刻地塑造了社会的价值观和结构。这种文化的形成及其影响，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显著。权力与财富的绑定，在古代中国，
官职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象征，更是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。官员通过合法与非法手段积累财富，往往使得官职成为财富和权力的双重通道。通过征收赋税、接受贿赂、操控市场等手段，官员可以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。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，反映了官本位文化的根深蒂固。例如，在明清时期，官员的权力与财富高度绑定，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一环。官员不仅掌握了税收、土地等资源的分配权，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，如受贿和贪污，积累了巨额财富。由于官职成为了实现个人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，社会中出现了大量渴望仕途的人员。这种现象在清朝尤为突出。科举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通过考试进入官场的机会，使得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争相入仕，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极度集中于官僚体系中。科举制度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公平的上升通道，但也加剧了官本位文化的形成。社会各阶层的人纷纷将仕途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，进一步强化了官职与财富之间的紧密联系。这种现象在清朝尤其突出，当时的科举考试不仅仅是选拔人才的手段，更成为了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。人身依附与等级制度、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场，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，人身依附关系在社会中普遍存在。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往往依赖于其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和关系，形成了严密的等级体系。例如，在封建社会中，官员和地主往往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资源，普通百姓为了获取生存资源，不得不依附于这些权贵。地方权贵或地主通过控制土地、税收和社会资源，建立了类似于封建庄园的结构，进一步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。这种依附关系导致社会的活力受到抑制，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受到限制。在这种等级制度下，社会的流动性变得非常有限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，形成了严密的社会结构。这种结构使得社会资源和机会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官员和权贵手中，普通百姓为了获得生存保障，不得不依附于这些上层人士。这样的社会结构不仅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，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。逆向淘汰与社会停滞，在吏出一孔和官本位文化的制度环境下，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逆向淘汰现象。这种现象意味着真正有才华和德行的人常常被排挤，而那些善于迎合和拍马的人却能够步步高升。这种逆向淘汰不仅对社会的公平正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创新，扼杀创新和才能。在吏出一孔的控制模式下，官场强调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迎合，使得具有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的人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。这种环境中，真正有才华和创造力的人因为与上级意见不合或挑战现有体制，往往难以获得晋升机会。相反，那些懂得逢迎拍马、迎合上级的人却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奖励。这种逆向淘汰使得人才被埋没，社会缺乏推动进步的动力。历史上，许多有志之士提出改革主张和创新思想，但常常遭到顽固势力的抵制和打压。例如，明代的李时忠在改革税制时，虽然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措施，却因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被阻挠和打压。这种改革思想的意志，使得国家在面对内外压力时无法有效调整和适应，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不前。这种制度环境下的扼杀，不仅抑制了个人的创新能力，还使得国家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失去了竞争力。对新思想的压制和对创新人才的排挤，使得国家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，
逐渐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。腐败和低效的治理、逆向淘汰的现象，还导致了官僚体系的腐败和低效。在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，官员们的主要关切往往是如何讨好上级和保全自身利益，而不是为民众谋福利。这种现象在各个朝代均有体现，例如清朝的官员因受贿和滥用职权问题严重，社会的不公和动荡加剧，国家的治理效能逐渐下降。腐败和低效的治理模式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竞争力，使得在面对内忧外患时，统治者难以有效应对。例如，清朝晚期贪污腐败严重，官僚体系低效，使得国家在处理太平天国起义和外部列强侵略时显得力不从心。这种腐败和低效最终导致了清朝的衰落和更替，揭示了逆向淘汰和官本位文化对国家长远发展的危害。社会发展的阻碍与历史教训。管仲陷阱所体现的社会控制模式，虽然在短期内能稳固统治者的权力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却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这种控制模式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，最终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滞后。经济发展的滞后，在管仲陷阱下，统治者对工商业的压制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单一化。历史上，尤其是在明清时期，政府推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，限制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。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国家的经济自给自足，但却也剥夺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变革的机会。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全球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错失了重要的机会。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和科技进步迅速崛起，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变革，而中国的经济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模式中，缺乏多元化的发展，最终导致了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逐渐落后。例如，清朝时期对外开放的限制，使得中国错过了与西方国家进行技术和经济交流的机会，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。长此以往，中国的经济结构无法适应世界的变化，逐渐被西方国家超越，成为全球经济中的落后者。社会活力的缺失，除了经济滞后，管仲陷阱还导致了社会活力的严重缺失。严密的社会控制和压制，使得文化、艺术、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受到限制，人民的思想被禁锢，缺乏自由表达的空间，使得社会的创造力和进步动力难以释放。例如，在中国古代社会，官方对文化和学术活动的控制，使得一些新兴的思想和艺术形式难以获得支持和发展。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，使得其他思想流派受到压制，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受限。这种环境下，社会的创新能力被削弱，国家的进步也因此受到阻碍。同时，长期的压迫和不公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积累，农民起义和内部冲突频繁发生，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。这些社会矛盾的激化，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，也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，使得社会的进步变得更加困难。历史的反思与启示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管仲陷阱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。一个社会要实现健康发展，必须具备多元化的经济结构、自由的思想环境和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。过度的集中和控制，虽然在短期内能带来表面的稳定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只会阻碍社会的进步。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，开放的市场、民主的制度和尊重个人自由的环境，能真正释放社会的潜力，推动国家走向繁荣。以历史为鉴，我们应当倡导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，才能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繁荣。